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咁喺度咧，同大家睇個大陸嘅案件啦。呢個案件咧就講緊有個男人咧，佢喺屋企竟然發現到3箱嘅白骨啊。佢本來咧就想報警拉咗屋企嘅保姆啊，咁結果咧竟然係令到佢嘅親生妹妹咧被判死刑喎。咁到底發生啲乜嘢事咧？我哋一齊睇睇啦。咁喺2006年喺教育局嘅會議室入邊咧，主管徐丹咧喺度做緊報告啦，而喺呢個會議室上面嘅人咧都好認真做記錄。咁呢個時候咧有2個公安咧就入到嚟出示咗工作證，然之後同佢講：徐丹，你涉嫌故意殺人啊，跟我哋去警局度配合調查啦。咁會議室嘅人咧都望住阿徐丹啦，而佢咧眼神入邊係明顯睇到都有啲慌張嘅。然後佢又講一句啦，就話抱歉，我嘅報告做到呢度先，下午會議繼續。咁佢一邊整理手頭嘅文件，一邊咁樣講，然後就跟住公安行出咗會議室啦。咁喺教育局做咗咁多年工作嘅徐丹，到底點解會殺人呢？係俾人故意插贓，定抑或係有啲乜嘢內情呢？咁去到2006年嘅3月7號朝早，喺慈溪市嘅徐家大院入邊，徐信同平時一樣，好早起身呢就出去鍛鍊下身體，亦都同佢嘅另一半廖青梅就喺自己屋企個後花園嗰度整理緊啲花花草草。咁2個人呢都60幾歲啦，啲仔女一早已經成家。由於後生嗰陣時做嘢勤力啦，徐家嘅經濟環境都好好㗎，係自建3層嘅別墅。而佢個仔呢係開緊一間五金店鋪嘅，個生意都幾好。個女呢就嫁咗個有錢嘅老公，喺教育局嗰度做嘢嘅。咁仔女呢都唔使佢太過擔心啦。仲有一個孫仔同外孫女。咁兩老咧就喺度頤養天年啦。咁突然之間啊，佢嘅老婆廖青梅咧就喺閣樓上邊大嗌，就喺度講啦，話快啲過嚟睇下。咁聽到老婆嗌咧，阿徐信就即刻去到閣樓啦。點知去到閣樓個地下咧，就擺住一個鋪滿晒灰塵嘅皮箱。個皮箱咧係一堆白骨啊，係人嘅腿骨嚟噶。因為咧下邊仲有一對鞋喺度。咁廖青梅咧佢繼續講，就話快啲打電話俾個仔，就唔好亂喐其他嘢啦。咁呢個仔咧徐小剛好快又趕到翻嚟啦。佢知道屋企嘅閣樓係雜物室，幾乎冇人可以上到嚟嘅。細個咧就同個妹喺度玩捉伊人啊，嚟過幾次。平時大個咗都好少可會上去啊。今次咧，如果唔係阿媽喺度打掃衛生，發現到一個咁樣嘅箱咧，佢亦都係絕對唔會上閣樓。而徐小剛喺閣樓度睇咗睇，又發現咗3個編織袋啦，而且裏邊咧都係白骨，係人嘅身體各個部分啊。咁佢繼續講啦，佢話阿媽，呢啲骨頭咧睇落去好似至少有10年歷史噶咯，你冇見過咩？咁佢阿媽又講啦，話平時咧就同你阿爸忙住做生意啦，屋企咧都係保姆喺度收拾嘅，就從來冇上過嚟。咁今日咧叫冇嘢做，就上嚟睇一睇啦。咁徐家3口咧見到個皮箱入邊嘅夾層啊，亦都有一張明信片，但係由於時間太長啦，睇唔清楚字體，而且呢個皮箱入邊咧仲有一塊呢個衫嘅商標喺度，隱隱約約咧係寫住一啲字嘅。咁呢一啲字咧就係好多年前所流行嘅賓賓西裝嘅品牌嚟嘅。咁我個仔就喺度講啦，佢話呢件事咧非同小可啊！而家個屍體咧喺我哋屋企，而且已經成為咗白骨啊！咁就係話咧，我哋屋企可能唔係第一作案現場啊！以前所請嘅保姆咧，可能都有嫌疑啊！我哋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嘢，其實就係報警咯。咁啊，徐小剛就安撫住佢阿爸阿媽啦，跟住就打電話揾公安啦。咁啊，警察好快嚟到啦，對佢哋嘅閣樓咧做咗一個好仔細嘅搜查，亦都係攞咗相關證據。咁警察咧喺牆角嘅一個木質盒入邊發現到一把刀、一個斧頭同埋一個已經俾人剪碎咗嘅身份證。而警察嘅 DNA 檢測結果好快就出咗嚟啦。佢亦都有同失蹤人口方面咧做一個匹配，發現死者個名咧就叫做胡建明啊。失蹤時間咧係1996年，即係10年前啦。即係話
胡建明被害嘅年齡呢係24歲，而廖青梅一聽呢個名呢係打咗個冷震嘅，因為呢一個叫胡建明嘅人啊係個女嘅前男友啊，10年前呢同自己個女分手之後就去咗深圳啦。個女為呢件事呢都傷心咗好耐，點解佢條屍會喺自己屋企嘅閣樓上邊呢？而胡建明嘅父母聽到揾到個仔，不過呢已經死咗，唔喺人世啦。咁兩個老人家呢一直都好希望個仔可以活着咁返去啦，但呢個願望落空咗啦。其實對佢哋嚟講啊，個仔死咗呢個消息呢仲慘過失蹤啊，因為你唔見咗個仔，你仲可以希望佢就唔聯絡你哋，就個人仍然在生嘅。但係而家呢變成咗一堆白骨啦。咁兩個老人家呢食唔到嘢，瞓唔到覺，好傷心。而警方係封鎖咗徐家嘅閣樓，亦都係好多次上去揾蛛絲馬跡，對徐家嘅人呢亦都係逐個排查，因為時間太耐啊。呢啲證據咧好難鎖定啊，個案情咧可以講得上係陷入咗一片僵局噶，而且隔離鄰舍咧都一直喺度講緊佢哋屋企發現咗白骨呢件事啦，甚至乎咧開始有啲謠言傳出嚟啦，仲話唔怪得啊，早幾年啊附近有一啲好濃烈嘅腐屍臭味啊，原來就喺呢度啊。咁當時咧大家都話以為係排水溝傳過嚟嘅味道啊，原來咧就係喺自己嘅身邊係有條屍體慢慢腐化，直到風乾變成白骨啦。咁有一個隔離屋嘅老太咧就向警方提供咗一條線索喎，話10年前嘅夏天某一個夜晚呢，呢個老太太頭痛啦，半夜起身食藥，就聽到徐家嘅2樓咧傳過嚟一啲嘈交嘅聲音。個聲音咧好熟悉，就係徐家嘅女徐丹。個男嘅聲音咧就好模糊，佢聽唔清楚啦。點解老太會記得咁清楚呢？因為徐順夫婦咧經常都會住喺店鋪嗰度，佢哋屋企咧就得個仔同個女喺度住，而個仔當時咧亦都喺外地讀書嘅，所以咧就成日見到個女徐丹就帶住一個幾好睇幾靚仔嘅男仔翻嚟住，而徐家嘅女咧就好前衛嘅，未結婚咧就同男朋友同居啦。咁當時亦都好多人喺度話佢啦，咁呢個老太咧亦都係其中一個，所以咧對於徐家半夜嘈交嘅聲音佢就好敏感啦。而佢哋嘈交嘅內容咧，佢最主要聽到2句說話，就係話除咗我邊個都唔使知娶你，我哋已經登記啦。後來咧呢2句說話之後就冇再有任何聲音。咁過咗半個月，徐丹又好風光咁樣出嫁啦。咁呢一個老太就記得好清楚，佢出嫁嗰日呢就好大排場嘅。咁佢奶奶屋企好有錢，娘家亦都俾咗唔少嘅嫁妝，咁令到呢個老太好意外嘅就係原來娶徐丹嘅就唔係成日過嚟嗰個後生仔啦。咁呢個線索就好有價值啦。咁經過分析咧，公安決定由徐丹落手去揾胡建明嘅死亡原因，去揾突破口啦。咁公安呢就去審問徐丹啦，就同佢講1996年嘅12月18號胡建明同你一齊，而且喺你屋企過夜係唔係？而徐丹又咁樣回答啦，佢就話係嘅。嗰日我話俾胡建明知我要結婚，叫佢揾一個比我更好嘅女仔。後來胡建明就去咗深圳發展啦，而我就結咗婚，就同佢一直都冇聯絡，冇諗到佢竟然呢就死咗。而面對呢啲警察嘅詢問呢，阿徐丹都對答如流嘅，講到傷心嘅地方呢，都係可以一筆成聲嘅。後來呢，警方就用測謊機去對佢進行一個詢問啦，同時亦都係用言語上嘅嘢咧對佢進行一個旁敲側擊嘅。咁用到測謊機咧，其實徐丹都冇得走噶啦。於是乎咧，佢就向警方講出咗當年嘅實情啦。咁徐丹嘅父母、哥哥同現任丈夫聽咗佢講翻事情嘅發展經過咧，佢都覺得好意外啊！話呢個喺親人眼前咁完美嘅女人咧，竟然係可以咁殘忍咁樣殺咗自己嘅初戀，尤其係徐丹嘅老公啊！聽完呢件事之後呢，係失眠咗好多晚啊！一個自己咁愛嘅女人，竟然呢係可以咁心狠手辣，同自己瞓咗咁多年。佢嘅哥哥呢亦都講到啦，佢話小丹
哥哥一直都以為你係我嘅驕傲，但係估唔到原來你呢係咁蛇蠍心腸啊！咁呢一個喺外人眼中乜都唔缺嘅女人，點解當年啊係要親手殺咗自己心愛嘅男人呢？而且手段仲要咁殘忍？咁歸根究底，其實都係同性格有關嘅啦。徐丹呢就出生喺一個商人家庭，有阿哥。同埋咧，家庭條件亦都非常之好。由於父母冇時間啦，父母咧喺佢細個嗰陣時，亦都冇陪伴到佢，但係咧就令到佢從來都唔缺錢。就算係讀書嘅成績唔好，返到屋企俾父母鬧咧，其實都冇乜嘢嘅，都係鬧兩句，唔會有啲乜嘢進一步動作嘅。咁徐丹呢，由細到大就係咁樣俾父母嬌生慣養咁樣養住咗。佢表面呢個性格就好活潑開朗啦，但係其實原來呢內心呢係好孤獨噶。睇起落好似乜都唔缺，但係其實佢係缺少安全感。咁由於缺少父母嘅陪伴啦，徐丹初中起呢就拍拖啦。咁嗰陣時呢啲人嘅思想都比較保守啦，男仔同女仔嘅拖手比較少見。而徐丹呢就同自己嘅同學胡建明就背住老師喺度拍拖。初中畢業之後呢，徐丹就勉強考到一個中專，胡建明就俾屋企送咗去當兵。咁兩個人呢就開始咗異地戀啦。而暑假寒假，徐丹都會去胡建明嘅部隊附近住幾日，而胡建明亦都喺假節日呢就會去到徐丹嘅學校度揾佢。咁其實徐丹畢業之後呢，就同父母講，就想同胡建明呢個男人結婚。咁估唔到呢，佢父母強烈反對啊！個理由係啲咩呢？就係呢個男人屋企條件太差，最主要呢就係當完兵之後冇好好地咁揾工，而徐丹呢就俾父母託人呢安排去到教育局嗰度做嘢啦。而徐丹一開始對父母嘅態度都好反感噶，經常都係大吵大鬧。後來徐丹嘅父母就做咗一啲嘅撮合啦，就令到佢同現任老公咧係梁成咧有一啲好浪漫嘅偶遇啊！咁徐丹第一次見到梁成咧就心動嘅，而梁成係大徐丹5歲，係教育系統嘅一個副科長，佢嘅父母亦都係當官嘅。咁接觸咗幾次之後咧，徐丹開始明白自己想要啲乜嘢。原來胡建明咧當初只係自己青春期荷爾蒙愛上嘅男人，如果想要長遠咧，都係應該要同梁成呢啲咁有實力嘅男人一齊啦。於是乎呢，徐丹就開始疏遠胡建明啦，同梁成呢就反而係打得火熱啊。而佢哋兩個人嘅交往呢，亦都係俾父母睇好啦，好快就定下咗一個分歧啦。而徐丹突然之間冷淡胡建明呢，咁呢一點呢，佢個初戀男友係有感覺嘅，因為你愛情呢樣嘢呢，唔愛你嘅話呢，你好容易可以 feel 得到嘅。而且出咗嚟做嘢之後，有咗社會經歷啦，胡建明對徐丹嘅感覺呢，或者係大家家底之間呢，已經係知道唔係門當戶對，就令到胡建明呢好自卑啊。咁後來徐丹亦都同胡建明講啦，話我哋唔適合結婚，決定分手。咁胡建明就問佢啦，我哋有感情喎，係唔係有啲乜嘢難言之隱呢？係唔係你阿爸阿媽唔俾我哋繼續相處啦？咁徐丹呢就選擇同梁成結婚前一個月同胡建明攤牌啦。佢亦都冇俾一個好具體嘅分手理由，因為一直以嚟呢，胡建明對佢都好好，雖然呢間唔中都有嘈交，但係心入邊都係認可佢嘅。去到1996年12月18號，胡建明呢就攞住99支玫瑰，就喺部隊請假去揾徐丹啦。佢心入邊呢覺得徐丹呢係無可取代啊，想挽回佢啊。而佢去揾徐丹之前呢，就同幾個兄弟去咗酒吧飲咗好多酒啦，就同啲兄弟講啦，話徐丹要結婚啦，亦都講到冇咗徐丹呢，生活冇咗樂趣。咁後來嗰一晚呢，胡建明亦都去到揾徐丹，但無論佢做啲咩都好啦，徐丹都係無動於衷啊。最後兩個人亦都嘈起上嚟，而胡建明因為飲咗好多酒，佢又喺度講啦，佢話你係我嘅女人，如果邊個夠膽娶你嘅話，我就廢咗佢。而徐丹呢，亦都好憎佢喺度大吵大鬧啊。於是乎呢，佢竟然就將半樽安眠藥浸晒落水嗰度，然後就氹咗胡建明全部飲晒落去。而嗰一晚胡建明呢係冇喐到嘅，徐丹呢係瞓到暈暈沌沌嘅。第二日
佢起身先發現胡建明呢原來已經冇咗呼吸，而徐丹見到胡建明條屍，其實心入邊都好驚啊！但係由細到大呢，佢都好獨立，好多嘢呢都自己搞掂。咁呢個時候啦，徐丹呢就強迫自己鎮定，佢好驚胡建明係突然之間翻生啊！於是乎呢，就用電線係繞住胡建明條頸勒咗幾個圈，確定呢佢完全冇生命跡象呢，先至再諗跟住落嚟點樣做。而徐丹呢，就將胡建明分期分批咁樣分屍，再由自己2樓嘅房就搬到去3樓嘅閣樓，就用胡建明翻嚟嗰陣時所用嘅皮箱咧，就將我對腳其餘嘅部分呢，就揾3個袋裝好，亦都係放置咗大量嘅木屑啦。就為咗掩人耳目，徐丹就將呢個皮箱同編織袋放到去最入邊嘅角落外邊呢，亦都係擺晒雜物嘅。另外咧，徐丹亦都係好多次去到胡建明嘅父母屋企去詢問胡建明喺深圳發展到點樣呢？咁2個老人家聯繫唔到個仔啦，亦都唔想個仔俾前女友睇衰啊。於是乎呢，就話自己個仔喺深圳嗰度發展得幾好。咁徐丹呢，處理完胡建明之後，就扮到冇嘢咁樣同阿梁成呢去領結婚證，然後生仔。咁佢亦都係好快咧生咗個女。喺教育局嘅工作咧，亦都相當之體面啦。就係咁樣咧，佢開始忘記咗自己身上邊原來係有一條人命噶。而當警察揾到佢嗰陣時咧，佢亦都係心存僥倖啊。佢覺得啊，只要自己我唔承認啦，係殺咗胡建明，警察根本就冇辦法啦。但係後來個結果大家都睇到啦，喺測謊機之下咧，呢一個徐丹係無所遁形嘅。咁呢單案呢，就喺2006年5月26號開審嘅，喺寧波市嗰度嘅人民法院開審。咁就喺7月6號呢，就作出一審判決啦。咁徐丹嘅殺人罪名亦都成立，判處死刑，緩刑2年執行，亦都係要判佢呢賠償俾胡建明嘅父母30幾萬。咁後來佢亦都有上訴啦，最後亦都係維持原判啦。咁呢一個案件嚟到呢度都可以講得上係告一段落噶啦。咁其實愛情呢樣嘢，如果係唔愛就放手啦，如果唔係好容易呢，就會變成一啲咁樣嘅情況出嚟啦。大部分嘅兇案呢，其實都係幾樣原因最多嘅，一就係仇，二就係錢，三就係情啦。呢3個原因呢，幾乎就可以涵蓋晒大部分嘅兇案嘅。所以識得放手同退後都係一種學問啊。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